我举个例子，日本的军队不叫自卫队吗？自卫队就是保护我日本自己的安全。那既然是自卫队，为什么千里迢迢要从日本到印度去跟印度举行军演？是要保护谁？不，你自卫，你要保护谁嘛？这个你完全是破功嘛，是吧？再来看看日本人现在还站在那里为这个原子弹的爆炸在那边纪念。是的，人民的死亡是悲剧，政客的可恶啊，是该被谴责。那另外我们来看看呢，日本这2天发布了防卫白皮书，它的封面很可爱，你看漫画风，看起来好像无害，可是里头其实讲的是这个日本对中国大陆的一个战略，或者是对中国大陆的距离他的心态。他说，中国正在增强其军事能力，并且将其在日本周围的活动范围从第1岛链扩大到第2岛链，假想敌以及要防堵的对象就是中国大陆。那高市早苗他的野心到底在哪里？要复苏所谓他的军国主义吗？现在我们看到广岛原爆81周年的此刻，他说没有。我将坚持无核3原则，因为其实日本的民间不断的在讨论说，你是不是要重新启动或者是打破这个无核3原则？他说没有，我会遵守。可是呢，还是很多人不放心啊，所以你看到在东京街头，你看到有人示威抗议那举了一个标语那这是5号出现的一场核爆81周年，因为日本的确受到非常多的痛苦那个时候所以这是叫做拷问日本的选择它是跨党派的讨论会在广岛举行。那在涩谷我们看到的是有一些反战人士包括法国人，包括很多来自于世界各地中国大陆他们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呼吁日本社会正视历史，珍惜和平，因为历史是血迹斑斑的、不忍卒读的如果你不把和平给守护住对很多人来说是不能这个原谅的。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日本持续日美持续强化军事捆绑两边绑在一起。鹿儿岛这个地方也有一些民众走上了街头因为它作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核心航空基地嘛，他觉得像是这个基地已经被日本、美国深化这个军事变成它的一个很深的一个捆绑，而且是一个前沿军事部署的重要据点，所以有一些民众不安他们很担心，所以很多的和平团体持续举行抗议活动。而这个高市早苗前一阵子不是去访问印度吗？日本妹妹，印度大哥哥。所以呢，现在我们先看到日本近期有3场联合军演，中国大陆就很警戒就指出来说，日本危险扩张，因为它第1次、第2次、第3次可以看到由近到远最后推展到夏威夷群岛以及周边海域所以中国大陆对这一点是非常的警觉的。为了要牵制中国，我刚刚讲日本小妹妹就派遣了 F2 战斗机到印度去参加。那当然，她预计是小泉跟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会晤的议题之一两边可能也会有一些程度的军事的交流跟合作。可是印度现在的军力如何？他们的实力又如何呢？你看到这一篇报道就显现了，在印度的 NDTV 有报道，中印边境。西线还有东线2大前沿基地，最近出现了至少11架的歼20，它是隐形战斗机。可是回过头来看看印度自主研发的5代 AMCA 先进的中型战斗机，它的专案落后了必须要到2035年才能量产。所以这个武器的研发还有制造的此消彼长以及这个程度的差距其实蛮显著的。另外。高市早苗现在经济国内的经济对他来说非常的头痛。可是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勘灾片，因为熊本的大地震我们看到日本政府它有释出了一段宣传片是勘灾影片，可是里头还有一些音乐配音所以很多灾民觉得很不 OK 啦，你怎么搞得好像是你自己个人的宣传片？包括强震当下这个之后，高市早苗他作为首相，他去巡视灾区嘛，可是他是搭直升机俯视灾区。那有一些网友就说你这是在作秀吧高高在上去俯视灾区，好像在作秀一样。另
另外，日本的前首相岸田文雄发话了，他说现在啊，日币啊稍稍回稳，这是美日去干预的，可是这是短暂的支撑哦，你要做一个很长的战略，才可以改变日元的格局，因为我们知道日币。过去1年、过去几年哦，其实贬值的非常的厉害。来，请教老师。日本的军国主义者的手法是这样的哈，他是先有意的啊，有计划的去挑衅中国大陆。那挑衅完了以后呢，那中国大陆反制啊，一旦反制以后，他就说哦，你对我构成安全上的威胁了，我好怕，我好怕啊。然后所以呢，我要发展啊这个武装化的日本，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程序。那武装化的日本在这一次就展现出来的，就是啊，写出他们的防卫白皮书，把中国大陆啊说成为对日本的最高的安全上的威胁。那换言之，也就是啊，中国啊，这个太强大了啊，中国已经威胁到日本的安全了。日本现在啊，这个活不下去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啊发展军事工业，我们必须要啊建构我们的武力，我们必须要扩充我们的装备，我们要增加我们的国防预算到 GDP 的2%等等，就这样子玩这么一趟。那这个就是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他们在玩的。可是呢，日本又故意要装成他是啊这个。日本侵略亚洲的国家中的受害者，所以每一次到这个核弹的这个时间的时候，8月5号、6号的时候，他又要开始啊纪念核弹纪念日，把他自己演成一个受害者。可是我觉得我们的观众朋友都忘了问你一件事情，就是美国为什么要给你丢核弹？就美国为什么要对你丢2枚的核弹，原子弹，对，就是美国为什么要给你丢2枚的原子弹？为什么？那就是因为你日本人太坏了啊！你杀了几百万的菲律宾人，杀了啊几千万的中国人，然后你还跟美国打成这个样子，美国不得不给你丢2枚原子弹嘛？这个就是你日本太坏的一个结果嘛。但是日本人他不会说成他太坏了。然后造成美国给他丢原子弹，他伪装成为他是原子弹的受害者。哦，我好可怜，我被美国人丢原子弹，好像一直要加深美国人的罪恶感、美国人的痛苦感，这样的一种方式。可是问题就是演了这么大的一场戏了以后，日本的这个民众他们会认，尤其鹿儿岛的民众，他们会认为说你日本人，你把这个12式的导弹放在鹿儿岛，然后瞄准中国的上海来打，那这个把我们的鹿儿岛变成中国必须要反制你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基地嘛，所以鹿儿岛本来是和平的，本来是安全的，现在变成不安全了。那当然鹿儿岛的人民会站出来说，你高市早苗你在玩什么？你们这个军国主义者在玩什么？特别是你小泉进次郎一直在吹啊，一直在鼓吹说日本人有权利发展核武，一直在讲这个日本有权利发展核武，而你的长官这个高市早苗跑到啊这个核弹啊爆发的地方说，哎呀，我们日本人绝对不会发展啊，不会改变这个无核三原则，因为日本的76%的日本公民说，你不要给我改变无核三原则，我们日本人不要再搞核武。但是你高市早苗说，哎，我们绝对不搞核武，可是你的小泉说我们要搞核武，那你要不要处理？还是你在演这个黑白脸双簧？也就是说，你假装说我们不要搞核武，结果你叫小泉拼命的推动搞核武，你在骗日本人，你要啊骗世界各国的人，你是不是在骗？不然的话，你就处理一下你的小泉嘛，你叫小泉闭嘴，说我们绝对不会搞核武，不然的话，你怎么可能？你是长官呢？你长官你正式的说我们绝对不搞核武。结果你的小泉并没有改变，说我们不搞核武啊，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又在演戏。日本人最怕的、最让我们觉得对日本人觉得最有意见的地方是在于，表面上讲一套，暗中搞的又一套。这个就是我们对日本人充分不信任的一个主要的因素。是，所以人类到底能不能够汲取自己的教训？看起来好像不太行啊，老师。人类最大的教训就是会忘记教训，就这样。啊，这个日本呢，最近这些政客的言行，会慢慢让世界，尤其跟他有关系的国家，会越来越感受见，与其听他讲什么，不如看他做什么。我举个例子，日本的军队不叫自卫队吗？自卫队就是保护我日本自己的安全。
那既然是自卫队，为什么千里迢迢要从日本到印度去跟印度举行军演？是要保护谁？不，你自卫，你要保护谁嘛？这个你完全是破功嘛，是吧？再来看看日本人现在还站在那里为这个原子弹的爆炸在那边纪念。是的，人民的死亡是悲剧，政客的可恶啊，是该被谴责。该谴责的是什么？各位看一看历史，第一颗原子弹炸下去的时候，日本投降了吗？还是坚决要1亿亿岁？什么叫1亿亿岁？说你美军敢登陆，我就用1亿人牺牲给你看。然后第二颗丢下去的时候，日本的皇帝要公告诏书要投降了，结果那一个的投降，现在历史告诉你，那一份诏书要公布是千辛万苦的，极力的阻止，也就是说他们不怕嘛，他们哪里有怕原子弹？这一些军阀还是不怕嘛，把人民当刍狗嘛，所以你在那里纪念是应该谴责的谁？这是谴责你曾经去过的靖国鬼社在拜的那一群人，那一群人才是原子弹的真正的罪魁祸首。第一颗来你不怕，第二颗来你还要挡，这个时候你控制谁啊？就是你去拜的那些鬼。本来每个国家都有一些忠烈祠，那一些为国牺牲人，我们真的是把它叫烈士。我真的不愿意讲鬼，可是呢，当你把这些战犯，把这些带来的原子弹，而且原子弹已经炸了，还在那边要把人民在牺牲最后1秒钟的人还放进去，你还当作英雄在拜，你拜什么东西呀？傻里口口拜。真的，日本人与其听他说什么，不如我们要好好的看他做了什么。那么再过来看看日本现在目前跟印度的这一个比，还有刚才提到的印度的军力跟中国比，只有印度自己比，全世界没有把中国跟跟印度的军力拿来比。有了，印度很喜欢比了，印度那除了印度比啊，没有人在比的了。那我们再进一个来看日本今天的这一个呢经济政策对与不对？最近大家都来讨论，岸田文雄的话是正确的。岸田文雄为什么？因为目前美国所采取的这个方式，与其是救日本，是要来救他自己美国。但是问题，美国那个烂摊，连美国自己现在救起来都很辛苦，所以被华尔街看破手脚了。这个呢，贝森特啊，是当年啊做空英镑啊，做空日本是最有名的人。不然在98也好，这个08也好，他是赚大钱的人。今天呢，他坐在那个位置啊，他心里也明白，要是我现在在华尔街，我靠，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呀。一个呢，当年认为千载难逢机会大赚特赚的人，你认为今天他设计的这一套能解决了多少？问号，问号，再加问号。是，来这个华尔街就要请教聂老师。华尔街，我想讲一下这个日本啊。各位，我这个是长崎大学讲座教授，从2003到2010左右每年去讲座。我当时搞不太清楚日本人的整个习性，后来我慢慢熟。当然后来我在日本投资，我有很多这个就是大连还有常春到日本留学这些学生呢，他们被派成我的招待啊，那些女孩子呢，那时候我年轻，带着我玩。Nagasaki 啊，长崎，你知道吗？他们跟我讲说，他们以前刚开始的时候也搞不清楚，对日本是有一种，当然就是以前中日关系。后来说，他们把他们过去的有一种思想一直在消化、敌化、去掉，就是过去叫军国主义的，他们又叫做忠君爱国和皇国思想为核心的军国主义。那个时候的确非常存在哦。不过后来他们小确幸的未来，他们已经不太重视这个宗教仁爱信和平这个宗了，认为说我做个小面包师傅，我开个巴士就够了，我干嘛一定要为大企业拼命到底，为国家拼命到底？我回想一下，日本人、日本政客、日本军阀是不一样的。日本人其实受的教育，我觉得当时非常客气，其实也蛮善良哦。我这样子来看日本，可是日本人只要领导者出问题就完蛋了。各位，请问一下，高适什么时候出生的？各位，大家你知道1961年，他是那个年代啊。各位，他是我查了一下，1966年3月7号出生，他叫日本铁娘子，他就是当时受过军国主义、军国思想的这种，也就是忠君爱国、皇国思想的人。
所以当他领导了以后，我跟你讲，如果稍微年轻人可能就不会走上这条路。他现在走的就是我想要尽量恢复军国主义。当然，因为对手现在的中国太强大，他也不敢太嚣张。可是他的言行的确不断的出入了对方。我们现在回想一下，原子弹丢了2颗没有错。1945年的8月6号和8月9号，分别丢下了 little boy 和 fat， 就是胖子嘛，还有那个小男孩，分别都死掉了7到20万之间的人。长崎没有那么大我长崎非常熟，他们到处都有出现叫平和纪念馆、平和雕像。平和就是我们讲的和平。我跟各位报告，其实当时啊，我听说不知道真假，其实当时第2次他的天皇还是不愿意投降。那我讲，我小时候不是看电影《神风特工队》，他们真的不怕死了，自杀机一堆的，就是敢死队。可是那是中心思想。可是你知道，当美国传出第3个讯息说我们还有第3个准备丢，他就得到讯息说，请问丢哪里？他说Tokyo。他们一想不对，还要再丢第3个到东京。第一件在广岛8月6号见到实力了，第2次再出现，第3次他吓到了，当然就投降了。我觉得请大家回忆一下历史，再看一下日本人民他们会反战。我跟你讲，他们反战声音其实很大，也就是高市早苗。我跟你讲，他很多原因，还有柯林顿讲过，笨蛋经济在问题在经济，你不去搞经济，一直搞这个，他的民调从70几%已经死亡加掉了40几%了，请各位去注意一下。没有错，因为现在日本我们看到民间的声音越来越大了，看看高市早苗要怎么样做他的下一步。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加拿大它很特别，过去跟美国的关系非常的麻吉，可是川普跟卡尼关系不好。这一天卡尼公开演讲的时候，他的 prompter 他的提词机故障了，你看他还借机酸了一下川普。我们来看看。I would like to inform you that the teleprompter has ceased to function. Unlike a certain world leader, I do not view this as a conspiracy. 因为过去呢，川普也遇到一模模一样的事情。不过呢，川普说：“哦，这是阴谋，有人来弄我的这个提词机所以他酸了一下川普。另外呢，卡尼上任之后呢，加速修复对中国大陆的关系。你看到驻中国大陆的大使人选现在曝光了消息人士说，这一位高兴他本人有意出任。他常年跟中国大陆的贸易相关的一些理事会担任要职所以看起来加拿大跟中国大陆的贸易商业的关系可能会越来越紧密。而另外这个华邮的一个独家报道，川普也很生气，华邮揭露了川普上个礼拜在大卫营度假的时候怒飙他的防长赫格塞斯，他骂他说：“我们的弹药现在到底解决了没呀？”赫格塞斯跟他讲说：“有啦，我已经解决了，你是骗我的呀！”所以赫格塞斯呢，对于美国的库存几乎见底这件事情，被川普质问，他自己在那边一直辩护，而且推给他的副部长那川普非常非常不高兴。那接下来因为这个消息曝光了嘛，白宫有回应说这是假新闻又来了，只要他不想承认就是假新闻，看是谁泄密的。既然是假新闻，你还要追泄密者吗？不就是自打脸吗？而另外我们看到呢，最近美国发生了一些维安上面的事情外界也议论纷纷，包括川普的直升机日前在华盛顿上空飞行的时候，跟一架客机距离也超近的所以这个要调查。不过白宫就强调说，调查归调查，这不涉及总统的人身安全危险所以这些都是避重就轻。川普有没有在飞机上，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在这个直升机上。另外我们看到川普他要围堵中国，他要抗中，可是筹码面看起来付之阙如。包括美国国内现在掀起反 AI 中心的浪潮，川普就说这都是中国在背后搞鬼为什么？因为的确啦，美国国内有一些人就是觉得 AI 这件事情可能要再等一等，他们认为他们有很多理由反对。可是川普就说这些人是受到中国的影响，给我们制造麻烦。因为中国不希望美国的 AI 基建这些项目建成，所以呢，他们花了很多钱去宣传，叫美国不要建设因为我们在 AI 的领域上正在击败中国，这是川普的一个说法。那另外呢，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它也不是塑胶做的，它也做了一些反制的动作。最近，它的商务部连续发动4条涉美的公告，还有一些规定啊，那就说包括美国有7家实体的这个业务啊，这些公司我们都不能跟它来往，而且收紧对出口到美国的无人机相关技术的管制，因为中国大陆的无人机的技术是比较前进的。而我们看到美国川普在第1任的时候发动美中的贸易战，一直到现在，那个时候大家我们先回想一下，有很多在中国大陆的美国企业就迁到了越南，迁到了柬埔寨这些东南亚国家。可是现在呢，他们发现已经过了快10年，他们发现你改你的工厂，你搬迁工厂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东南亚这些地方没有像中国那样完整的供应链体系。还有呢，目前中国有不少地区已形成了产业的一些这个群聚的一个效应所以呢，他们不是要去选中国，而是中国大陆现在已经他们的政策，然后川普呢又这个经常反复所以中国已经变成他们最佳的选择包括一些税务各种的这些政策。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现在人民币逐步走强，对美元6.73目标，这是他们的目标价。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在南美的阿根廷跟中国续签了1300亿元的人民币货币互换的一个协议，这个期限再度展延，延长到5年。来，我们请教老师，赖老师。川普上来了以后，要并吞这个加拿大，而且对加拿大关税搞得这么的高不断的去欺负加拿大，而且还对加拿大的商品做了很多的限制、禁止等等，彻底的把加拿大人激怒了。加拿大其实过去是很追随美国的，可他们没想到说，我这么追随美国，我怎么得到这个下场所以他们很恼怒。那卡尼是以反川著名的，这一反川，他就越反，他的声望就越高。目前来讲，卡尼的声望就如日中天了无挑战者。所以对卡尼来说的话，现在是游刃有余，随便打川普怎么打他就怎么爽，然后民调就怎么上升。你看，连读卡机坏了，他都可以把川普幽默一下那对于川普来讲，一定是气卡尼气到不行。但是，我觉得卡尼不是个人的情绪的问题，是他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原来过去加拿大这么的依赖美国，这么的依靠美国，紧随着美国，而随时都有可能被美国反手这么一打。那因此，他们的过去的大战略是错误的，他要走独立自主的路了，他不能够过度的依赖美国，并不表示说他一定要跟美国人搞翻，而是他不要过度的依赖。那他当然对于他来讲，寻求另外一个大国的平衡有利于加拿大，寻求另外一个大国的平衡有利于加拿大。各位想想，这个是一个比较有智慧的一个战略选择。为什么？因为大陆的本身的市场够大，所以加拿大本身的石油、天然气，大陆可以买；大豆还有油菜籽，大陆可以买。所以加拿大的很多的产品，事实上并不完全要依靠美国来吸收，而可以依靠中国大陆。我想这一战略一转变就变了。川普故意在大卫营里面把消息走漏，其实是故意的啦。因为你如果没有要把消息走漏，怎么可能会这个《华盛顿邮报》会知道？那就是什么甩锅、卸责，然后要这个赫格塞斯帮他顶一下。因为目前来说，之前我们在上上礼拜其实讨论很久了，7月份就已经在讨论说美国的弹药不足的问题。现在证明美国弹药真的不足。那证明美国弹药，而且上次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都恼羞成怒了，所以怎么可能川普会不知道美国的弹药不足？是故意甩锅给这个赫格塞斯，由赫格塞斯来背这个黑锅。赫格塞斯只要安安静静的吞下去，他的位置还可以保。是在没多久以后，你看到川普又来要赞美赫格塞斯，你好棒棒，你棒得不得了。可是赫格塞斯如果这个时候来哭冤起那个说，哎呀不是我，那你就惨了，位置不保。对，该背黑锅就背完以后，川普还会抱你，再亲你一下。请教李胜峰老师怎么看卡尼嘲讽川普？是我们以前是讲美加，对，这我们讲在一起嘛，连补习班都叫美加嘛。OK， 那现在呢？现在
美是美，加是加，从一个数字看得出来，拉斯维加斯啊，这一年多的那个比例下降的非常大。那其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加拿大去的人大幅的减少。这个减少到对拉斯维加斯整个的产业都已经造成了影响了。所以我想再过来呢，我们不但是加拿大是如此，你再来看所谓的产业外移啊什么什么。那我现在告诉各位另外一个信息，就是在哪里？就是在江苏的太仓。江苏的太仓现在叫做德国村。你呢想去看看德国的风味啊，不必到欧洲，就在江苏的太仓。为什么？德国的100大企业里面呢，相当高的比例都在太仓设有工厂，所以就叫德国村。在那里，你要吃到德国的所有的生活食衣住行啊，通通都可以。为什么？因为他必须来到这里，他才有办法让他的事业可以延续下去。所有外移的，大家去计算什么地缘啊，什么薪水啦，那大家算一算，基础建设，你看越南的基础建设，高速公路，那样一个狭长的国家，需要怎么样的高速公路？需要什么样子的这个高速铁路？到现在没有，所以它只有点的发展，没有办法前面。因此，当产生物流的时候，大家看它简直没有办法。第二个就是主持人特别大，零组件呢，产业园区，那么你只有一家过去，其他不过去啊，是不可能的。所以造成的一个问题，人家就开个玩笑说，在中国一个器材出了问题，48小时可以解决，那么到了越南去啊，这48天还不一定能解决。那这个时候哪里只是一个薪水的问题呢？所以美国今天对中国再怎么出手，全世界看到了一件事，那就是美国当时去处罚了很多国家，像东芝、像阿尔斯通、像这个 Stanwan 呢，这是这个加拿大的，还有呢像大陆的中兴，这一打大家就投降。可是呢，打了华为的结果，以及这几年的结果，出现了什么？政府现在出现的是，你敢打我，我就反制你，这以前没有的。现在是你像欧盟现在不是14个吗？24小时就跟你公布14个，你美国公布7个，我就给你公布7个。你压着我什么，我就对你什么。这第一个，第二个，发现民间也压不住了。华为的去年的营收大概是有史以来最高，当然扣掉要卖荣耀的那一次的1000亿，它现在是最高，而且不断的在上去。因此，从政府你压不了它，从民间你也压不了它。这个不是我们在想，是全世界看到的事实。所以从这样的情况里面，美国能够用的越少，这个时候还在到处得罪朋友，我实在是还是佩服，真的叫川建国是没有错的。好，请教老师。好，我觉得一个人做事，这个心术不正、为人不实，就会有被害妄想症。所以那个提词机坏掉，在去年2025年9月，不是在联合国那个演说发生这件事，刚好给了一个心术还比较正的人，做事比较老实的卡尼，我蛮欣赏他的。各位去看他学经历背景，其实他跟我差不多同期，而且我们一起差不多毕业哦。他的这个在牛津大学呢，他在哈佛，然后在牛津拿硕士、博士这2个学位的毕业年纪都跟我一样，所以我很注意他。他回到他以前在这个英格兰做过央行行长，对，不是央行英格兰银行行长，也做过这个美国不是加拿大的这个央行行长。这个人还在欧洲金融稳定中心做过主席，所以他的优秀程度高于川普很多。我必须讲，所以他很稳的去 teasing， 就是嘲讽这个川普的这个很有道理的。好，那我现在要讲一下 AI 现在的这个 AI 现在的这个大国博弈非常可怕哦。各位去注意，现在才刚开始。我为什么要讲刚开始？现在他们在针对这个开源的模型在做比斗了，因为美国发现中国所有东西遍地开花，而且整个供应链从深层从上到下全部都有，而且都慢慢全部都几乎要追上美国。美国现在唯一能够大概握在手里最厉害的秘密武器还是最先进制程。那这最先进制程一个叫 RISC-V 啊，各位去注意一下，美国已经开始设令，绝对要封锁中国，不准它再用。可是你知道，我们讲的是硬体开源。软体开源包括大家去注意一下，美国现在我们以前生活跟现在不一样，美国现在你要叫外卖，要叫点餐，要生活杂物，就靠一家 DoorDash， 它全部用 Kimi 这个 2.6， 它现在而且这个人啊，大家一定要去注意，讲这会讲不完。
因为清华大学毕业这个杨子宁到了美国去读Carnegie Mellon， 回去之后短短3年，1年后就被美国大用，现在出现了 mini 这个所谓的 Kimi 的 Key 3.0， 不得了，这是软体开源。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强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前立委李胜峰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前子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汉光演习已经登场了。不过呢，其中有一个项目叫做万军演练，大家知道这个是由云豹装甲车组成的车队。一旦我们台湾发生了什么样重大的事件我们的总统可以从他的总统府前往大直的衡山指挥所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指挥动作。所以昨天呢，赖清德总统也登上了云豹装甲车，他第一次参与演练那像这样子的一个车队啊，总统在里头，他全副武装，穿着防弹背心，头戴盔甲那抵达国家政军指挥中心，当然非常重要不过媒体在现场的观察是什么呢？美军也在，美国的军人也在。他是第一次是最先进入中爱营区，之后呢又前进到了总统府，同时也在万军车队旁边观摩，显见美方对于万军车队的相关路线高度的重视。这代表什么？等一下都会请这个专家来帮我们解析。不过我们的汉光演习42号有一些插曲有一些瑕疵也要点出来，包括嘉义的 F-16冲出跑道这是第一天，也就是昨天，我们看到嘉义基地传出一架编号6644的 F-16战斗机，在进行转场验收训验之后呢，夜间返回嘉义基地的时候冲出跑道。那另外呢，还有战车没有喷装备，螺丝没有锁紧的情形，请导播让我们看看这个画面，出包的画面是这个看到的是在台东。有居民目击有一辆前往战术位置途中的 M60A3 战车，驾驶逃生门脱落了，民众就徒手把它捡起来，把逃生门归还给后面的一辆坦克车那军方国防部告诉我们，是因为螺丝没有锁紧，所以在途中掉落了。而另外我们知道，所有的官兵当然非常辛苦，他们是第一线要保卫我们国家的人。可是加薪这件事情到底要不要给人家钱呐？我们看到顾立雄怎么讲，他说这个汉光是有想定剧本的，我们先来看，他是没有剧本的，没有考验官兵的能力。那现在这些官兵呢，有没有可能要帮他加薪？明年我们的政府的总预算达到了3.6兆，那帮我们志愿役的兄弟们加个3万块可以吗？顾立雄说：“哎呀，8月底以前我们会说明，立法院通过了啊。那配套呢？张敦涵他说最晚10月会向立院沟通。所以民进党到底在搞什么？立法院已经通过的法案，要加薪的军人加薪法案，你不这个实施，那现在说我们8月底会讲，我们10月有配套到底是在做什么呢？林佳龙。”我们的外交部部长说，要欢迎 IPAC 访团，大家知道就是一个抗中的一个组织非常各国的一些国会议员组成的。那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其中的一员。他说向全世界说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这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法案这个他们强烈反对，向民主台湾表达坚定的立场。而另外，我们看到美军加速部署 FPV 无人机，锁定台海冲突、印太战略的岛链。说是中共内部有一个密件流出来了来自于我们看到有台的报道，说是有3手段要瘫痪台北、降服台湾。第一个手段是什么呢？它的核心企图是征服，而不是摧毁。我不要让整个台湾崩溃所以征服你，打算透过军事封锁、精准打击、认知攻击3大策略，同时推进，以最低的代价瓦解台湾的抵抗意志这是说是中共内部流出来的密件。来请教老师，您刚刚提到的万军演习，这是国安单位做的不是这个
国防部所设计的，它的目的就是说，这个赖清德的紧急撤离啊，要往这个大直指挥所、大直的横山指挥所，或者往这个圆山指挥所来去撤离的一个路线啊。是。那当然，对于美国人来说的话，他当然最关心这个部分嘛，因为就好像说，美国他们的那个国安单位对于川普的紧急撤离路线，例如说川普去演说或者是发生什么事的时候，紧急撤离路线都要有预案嘛，所以他们也想要知道说这个一旦这个总统府或者是他所住所遭到攻击的时候，也就是大陆对于赖清德实施斩首行动，他怎么去撤离啊？那当然，这个就会牵涉到，就是说，是不是无预警的第一集就对你实施斩首行动，还是已经有预警的对你这个已经告诉你说我已经要发动攻击了啊？那如果说我已经有预警的要发动攻击了，那这个坦白说就不用那么焦虑，紧急撤离，因为一般来讲，会不会在第一集的时间就对你的这个赖清德实施斩首啊？这个。如果是无预警的，那坦白说，你要睡觉的时候也可以无预警，你在上班的时候也无预警，那你还能不能有效撤离，这都不知道了。不过我觉得也应该要撤离一件事，就是来不及撤离的时候怎么处理啊？那当然由于是演习，所以一定都是安全的送达啊，这点一切都很圆满，都结束了啊。所以我想这个是一定会这样做的事。好，可是美国来看有没有效啊？美国来看到底有没有效？因为我记得。有一年那时候是蔡英文刚上台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他们在做撤离的动作。因为我那天，因为我家就离这个横山指挥所不远，是。然后有一天，我刚好出去的时候，怎么看到这么多直升机都过来了然后这个云豹甲车也过来了。那他在撤离，他在做撤离这个往这个大直桥的方向撤离的一个动作，要往这个松山机场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那时候都在想，往松山机场跑是要跑去哪里啊？就是松山机场要准备起飞，要飞到哪里？飞到菲律宾，还是要飞到这个日本，还是要飞到哪里？这我不知道了啊。后来他们就说，哎呀，不是要那个蔡英文不是要做撤离的动作，是要运补。可是我怎么想都想不通，几架直升机能够运补多少物资到大直这个地方来？这点我们就百思不得其解了，因为他也很难自圆其说。但是我觉得在演习期间，因为一旦要演习，这个不是一两天的事嘛，很早以前就已经通知你要演习的部队都已经通知你了。那演习前的时候一定是要对装备检查，这一定要做的是飞机、坦克、装甲车、炮兵，一定要做这个高装检也就是说，汉光演习前一定有个高装检查那高装检查，你各级指挥官都要去做检查，怎么还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这代表军纪有问题，是维修的军纪、训练的军纪、保养的军纪都有问题，是，不然怎么可能会一演习一开始就开始东西掉的掉，落的落，然后飞机降落的时候冲出跑道等等，这个都代表说问题出在哪里？是技术性不足，还是说不落实，还是？维修的能力不够还是说根本搞不清楚状况这些我觉得都要去查。另外，志愿役要不要加薪？要加多少？加3万？是士兵、士官、军官每个人都一视同仁，都加3万还是什么？可是我们都知道，军官本来都是绝大部分都是志愿役的，尤其是中尉以上，几乎都是志愿役嘛。很多少尉也可能都是志愿役。那问题就在于官士兵的志愿役的加薪要加多少？一旦加了以后，你就不能够再减了。因为你不能够说我今年给你加，明年我就给你减。那你一旦加以后，你要把整个国防预算要算清楚，你的这个人事作业维持费占你的整个国防总预算多少？然后未来的税收能不能像今年这么的丰厚？因为今年我想大家都知道，由于半导体的税收很丰厚嘛，所以好像政府很有钱。可是问题就在于，那经济是不是一直维持这么好？是不是半导体能够一直赚钱？如果半导体一旦不能再赚钱了，那你的税收没有那么多，股市也没那么热了，你的税收都减少的时候，会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个问题？我讲这些都会出来。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说，大陆的密件流出，我才不相信呢。因为打台湾的密件会流出，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是台湾的情报人员很厉害，还是代表什么呢？我才不相信大陆的这种绝密的资料会流出来。观众朋友，顾立雄说我们的演习没有脚本，有脚本啊，没有脚本怎么会有响定？是，来请教李老师。这个当过兵人都知道啊，高装检是一个静态的，在高装检的时候是所有的装备啊就要彻底的都要经过检查，所以为了应付这个检查，就出现2个情况，一个就借这个单位借那个单位的这个借啊，你的借给我，借给你嘛，这当过兵人都知道。第二个就是换兵啊假，换兵假干什么？去补零件，这给你多少假，你把东西补来啊。这个大概当过兵人都知道，也就是说，最起码高装检是静态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是完好如初的。那么到了正式演习，如同作战了，也就是说，所有要出去的所有的军备，一定是比高装检还更要求，因为是要动的。结果呢，我们视同作战的演习一出门的时候，飞机的轮胎出问题，然后呢，坦克车的门有没有会掉下来？这我真的已经不知道怎么评论了。你要说这平常的转移也就罢了，你现在是在演习哦，这个已经不是螺丝掉满地了，这也不是螺丝掉满地，这个简直是摇头啊！这个内行人看门道，外行人看热闹。这个斩首要逃不用了，斩首不会通知你的啦，所以就是这样。赖老师呢，这个演习的是发生战争，怎么保障领袖的安全？这个演习是要的啦，这个演习。但是用这个斩首之名，这个好像是在吓唬大家。那导致呢，我看了一个事情啊，就是说最近啊，这个在 YouTube 都可以看到了，就是央视啊有一个叫智胜啊，这12345集就专门讲，在大陆军方的各种的演习跟他的专门的状况。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我们认真看了以后啊，我感受万分。比较于我们的汉光演习，我看到的是什么？第一个，我看到的第一线的部队就是演习对付台湾的部队。看完了他讲，4年了，我们终于回营区了。也就是说，这一个针对台湾的演习的部队是4年的精准的演习，然后回营区了。这个准备跟我们这一次演给你看的有多大的差别？第二个，我看了以后，我更是细思极恐的事情。几乎他不在讲我的火力有多强，从来不是在讲火力有多强，是从头到尾不管海陆空，每一个部队都在讲什么体系化作战，叫火箭军的角度，陆海空的体系化；海军的角度，陆海空的体系化。这种体系化作战，而且体系化作战已经从上级的指挥一直叫到连级的单位了。这是第二个我的，也就是说，它整个展现的是一种体系化，而不是说我的火力有多强而已。第三个，我又看到了什么？所有的演习里，只要有出现的这种有火力的部分，大概都会出现一个地方，就是无人战机的出现，登陆的无人战机，这个什么样子单兵作战的无人的配合，这种无人战机的配合已经到了人机一体的地步啊！而且那种广泛的使用性，那一种使用的密集度，那种训练的强度啊！我再想想，我们现在花这么多钱去搞无人机啊，我再想想，还是发展商业的比较顺利一点的。那么呢，第四个呢，我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他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呢，这个不会员的告诉你，他一再的在修正啊，而且墙上还挂了一个20分钟的背肩妹，是我们这一辈子永远的羞耻。这大概是这样子。这样子的一个训练呢，所给我们出来的感受啊，跟我们现在看到汉光演习的训练出来的感受，假如我们真的要用备战呢，才要保台啊，这个战略真的要好好想一想，我们这样是不是浪费我们的生命，也浪费我们的安全？最后我要讲这个 BBC 的这个什么泄密，不是密。这个当然是研究两岸战略的人都知道，这叫公开的秘密。公开的秘密。好，来建中老师。好，我讲螺丝松动，这个安全门脱落，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蛮好笑的。
这个一个军事化的一个这个部队，怎么可以发生这样的问题？你说过去我在美国听说那个 Detroit 的黑人啊，随便坐一坐汽车，为了赶快偷懒，螺丝少一个，美国后来开美国汽车就不敢开了，只想开日本车，那就算了。民用汽车，你今天军事要打仗的，怎么可以发生这种事呢？我讲些别的。我问一下钳子，你知不知道人生有3项是难看的3项？哪3项？第一吃相，第2睡相，还有1项飞行员看不到的，女人常指责男人的这个死相。飞行员是看不到死相的，一上天立即见真章，不是成功就是失败，不马上就见生死。你知道我们对飞行员是很崇拜的。我跟各位报告一下，我出生在台南2空军基地，成长在台中空军基地，汉翔就在我家旁边，走路就可以到。常常在我小学的时候，看到飞机嘟噜偏了、塞了，还死火，我们还下去喊得好，还觉得好玩。那时候是这样的想法。各位要想一下，我用这个战机来看我们台湾哈，各位，我们台湾的确需要美国的战机没有错。过去现在我们讲第4代战机 F-16，现在当然是 F-16V 来升级版哈。我们 F-16 呢是1992年呢开始采买，当买了150架，到了1997年4月10号进来了，一架一架进来。各位，1997年4月进来，从1998年就开始失事，99年失事，一直到今年年初，大家再回忆一下，在今年的1月6号，有一个新博弈的又在花莲失事，这是第11次失事，150架失一次11架，你出去了100架就要打自己都不用人家打，自己掉8架，我觉得可不可怜？这些人见不到死相，是在为国在空中战也就算了，今天不是哦，今天是自己的飞机出问题，你去看它的问题都是引擎故障。美国这么好的第4代战引擎故障，我当然不用讲。我小时候看到，你知道小时候在1992年之前，我们的飞机在60、80年代是什么飞机？它是 F4的时候叫幽灵，还有 F105。我小时候看到的是这些飞机，因为我们家以前台风只要一来，旁边都是飞机全部停满，因为台中最安全，比较无风无雨。我现在讲说。今天你要知道飞行员是什么样的身份，我们不管他学术多强，他的体格我们以前叫甲等体位，也不要太高，绝对不能太低，就是刚刚好 fit 到这个船舱里面。最重要，他反应要快，他的眼力是非常卓著的。飞行员当然你不要说什么，我觉得他是够优秀。当然我本人也是一个甲等体位，但是我一直很崇拜飞行员。如果台湾对我们的战机采购完全靠美国，也不在我们不管机械零件或怎么样，我们讲。逃生门掉了就算了，请问一下，飞机我们也是有我们的维修团队哦。其实我爸爸并不是开飞机，他是维修的。但是你维修团队，你是不是应该要把持你那个螺丝松了就算，飞机上面机翼故障，美国给你的所有的训练设备，不管是美国的问题或我们的问题，这个东西除错 diagonal 除错去解决，我觉得是非常重要，为了我们未来的飞行员的生命。是啊，以小看大哦。如果说在正式演习的时候，你这个门掉下来，这个也是太离谱了，太离谱了哦。